各位好，今天是11月13号，我已经于德国时间今天早上5点多安全到达德国法兰克福。我是昨天午夜从深圳起飞的，这个路途非常遥远，足足飞了12个小时。飞机呢先往北，经过郑州啊、北京，某个时候呢进入外蒙古，在乌兰巴托附近继续往西北方向，然后呢进入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继续往西。我看地图呢是接近了那个北极圈了，然后在芬兰的附近就折往西南，经过波罗的海那几个国家，最后呢经过波兰，然后进入德国国境，最后正点5点多到达了德国法兰克福。在中国深圳的时候，因为是华南，昨天白天的气温大概有30度，晚上20度左右，就是说一年从气温还有天气来说都是最好的时候。但是呢，今天早上5点多到达德国法兰克福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天气预报，只有5度。昨天在中国还是夏天，今天到达德国已经是冬天了。好在我之前看了那个天气预报，我带了一件厚厚的那个冬天的夹克，所以呢没有挨冻。但是这个天气的变化确实太明显了，一下难以适应啊。在中国的时候，天气特别的晴朗，阳光普照。所以呢，我的心情特别好。这是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大家看看啊，这种行李车，在这取行李车出来要收费的啊，不是免费的，收费1欧元，不然你不交钱取不出来。1欧元在德国什么都是要花钱。到达德国的时候，天是阴的，特别的黑。我上火车的时候是8点多了，才天刚刚亮的样子。然后呢，今天你看现在是下午3点钟，3点多已经有点天黑了。现在我是开着灯的啊，这就是德国典型的冬天的气候，就特别的阴，没有太阳，然后呢可能还会下一点小雨，所以整个人到达德国的时候心情不是特别好。这次我回中国2个多月，因为一直在华南、广东、广西还有云南那边。就是9月份的时候有1、2天是下雨的，整个2个多月几乎没有下雨，几乎都是阳光普照，所以我的心情一直都特别好。好了，到达德国之后呢，这个天气也没有办法，而且我也知道这是德国，所以呢我有思想准备了。这次回中国我感触很深啊，昨天下午我还在广州，广州那个市区特别多的木棉花，现在那个木棉花是粉红的，特别漂亮，盛开啊，一条一条的街道全是木棉花，可惜我没有拍下来。今天我就到达了德国，除了一些树木还有一些黄的树叶之外，其他的很多树木已经掉光叶子了，没有其他颜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差特别大。反差第2大的是两国的物价。今天早上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里，我看了卖饮料那种机器，我比较好奇现在价格到底怎么样了。我离开德国2个多月，然后呢，显示你看，我等一下我把那个视频放出来，一瓶0.5升的矿泉水4.5欧元，30多块钱啊！一瓶只有半升的矿泉水，在中国的机场一般是5块钱，最多6块钱，对不对？但这里是30多块钱，相当于中国的6倍左右。但是收入没有中国6倍啊，更没有深圳收入的6倍，所以我觉得德国这价格是比较高的。天哪，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一瓶0.5升的水就到了4.5欧元了，这物价涨得也太快了吧！可乐可能也一样，我看看试试可乐啊，34，多少钱？看看，也是4.5欧元，很贵很贵啊！这是德国法兰克福。然后呢，今天我坐火车从法兰克福机场回到我住的这个城市叫科隆。今天我发现呢还挺不错，我前面那几辆火车都是正点，因为一般来说啊，德国的火车非常的不准时，几乎都是晚点的。但今天我的运气还是蛮好的，都是正点，我的车也正点。但是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就没有预警就停车了，大概离科隆还有20公里左右一个小镇，它就停下来了。
然后呢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最后晚点15分钟，晚点1刻钟。本来按照时刻表50分钟就到，但是呢我是花了65分钟才到，1刻钟和50分钟比起来真的是延长了30%，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所以晚点15分钟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我带的行李比较多，一个大的箱子，还有一个手提的行李，另外还有一个背包，我就不想从火车站走路到我的家里。如果是纯走路的话，大概要有1公里。然后呢，我就想，那我就坐一次地铁吧，2个站，从火车站的站台到地铁站大概有200米。然后呢，从我到达那个地铁站到我家大概还有200米左右，200米加200米就400米。整个路程大概1公里，所以呢，真正的我坐地铁大概是600米左右。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这个地铁了，所以我特别好奇，在科隆市内交通到底怎么样了。2个站大概600米啊，2.6欧元在科隆，也就足足的20块钱多一点，只有600米，特别贵。但是因为我那行李比较多，所以我就想算了吧，就花一点钱。德国的公共交通真的是太贵了。另外呢，今天我坐地铁的时候还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在地铁站里，比如说我到达那个站，有2个人坐在凳子上，他们披着那个保暖那种好像锡纸一样。因为现在冬天了，所以显然啊，那2个人应该是无家可归的。我也拍下了他们，我在电梯里面我才发现的，因为电梯有透明的玻璃，所以呢我就拍了几秒钟把他们拍下来。这是我原来没有看见的，就是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街上当然也有无家可归的啊。今天大概是2点多钟的时候，我也出去呢拍了一下街景，给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这里，这是科隆核心区啊。长期在科隆的人肯定知道啊，在莱茵河畔这里，而且是大教堂这边这莱茵河畔这里啊，这一带相对来说是在科隆比较好的区了。最贵的楼盘就是离我们家大概是200多米。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德国这个发达国家一个1线城市的街景。11月就这样，特别的阴，有点暗，而且不是很干净，对不对？另外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这里科隆的居民楼，有的是商住楼，但我可以给大家保证，我不是专门拍就是科隆不好的地方啊，这是比较中高端的地带。你看它的房子就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一想到所谓的什么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什么豪华的别墅啊，或是什么豪华的那种高楼大厦呀，等等等等，并不这样。这是特别典型的阿尔卑斯山往北稍微富裕点的欧洲国家的房子或是街道。回到德国，有一点我也特别不习惯，因为在中国那边，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或是县城，一般啊街道都非常的干净。但是呢，回到德国之后，我发现我低头一看，到处都有垃圾啊！真的，这点是外国和中国反差特别大的啊。当然，有的朋友说，如果你去看那种偏僻的街道，也有脏的地方，但是在德国，这主要街道也那么脏啊。所以呢，这一点呢，也是让我真的一下难以适应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涂鸦，在中国几乎没有，或者说没有。但是呢，在德国，不管是铁路的两边还是那个街道的两边的房子，一般都有很多涂鸦。来过德国的人或者在德国居住的人，你们知道啊，在德国铁路的两边特别多涂鸦，还有一些街道，普通的居民区也特别多涂鸦。大家看我拍的就知道了，这是非常德国典型的城市的建筑，就这样。朋友们，本期视频呢，我想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已经平安回到德国了。好，感谢大家，那我们明天见。